丁克10年的我意外怀孕，和老公商量后，我们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当我欢欢喜喜地在家庭群里宣布这个消息后，母亲和嫂子却开始劝我把孩子打掉，说嫂嫂的2个孩子就是我和老公的孩子，日后会给我们养老。但无意间我却听到这密谋想害我流产，以此来独吞我和老公的财产。这时我才幡然醒悟，彻底明白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势必要保护好我的孩子，让他们一家自食恶果，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看着显示2条杠的验孕棒，我心下不由得闪过一丝慌乱，因为我和老公都是丁克，在这长达10年的婚姻里，我们一直都十分小心谨慎，所以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我不由得轻轻抚上了自己的小腹，开始慢慢去感受着这个小生命，想象着它在我的身体中不断成长。在这一刻，我的心里竟萌生出了一种强烈的不舍。我想要留下这个孩子，但最后的决断我还是要和老公周燕一起商量一下，毕竟这是我们2个共同的孩子，不管是作为老公还是父亲，周燕都有知情的权利。因为带着沉重的心思，所以在吃饭时，我难免有些食不知味地扒拉着碗里的饭菜。直到临近睡前，我才终于忍不住带着哭腔来到了周燕面前。老公，我怀孕了。说完这句话后，我就深深埋下了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老公。我和周燕恋爱5年，结婚10年，这15年来，我们之间的感情始终如一，夫妻琴瑟和鸣。时至今日，我都记得当初我和周燕提出自己的丁克要求时，她没有丝毫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即使她是家中独子，此事遭到了公婆的强烈反对，她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这10年来，周燕始终都将我牢牢护在身后，选择了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公婆的催促和劝说，而我则在她的保护下过着安稳又舒服的日子。所以我并不确定周燕是否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孩子。长时间的沉默让我不由得抬起头看向了老公，但就这一眼，却发现此刻周燕正红着眼眶，一副十分激动的模样。直到我们的视线交汇，周燕才突然上前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手心传来的温热触感让我紧张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了下来。我不由得轻轻拍了拍周燕的肩膀，随后轻声问道：老公，你怎么了？我关切的神色让周燕终于回过了神，只看她一脸不可置信地说：老婆，你真的怀孕了？老公磕磕巴巴的话和那充满希冀的眼神已经让我明白了他的决定，于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还将藏在抽屉里的验孕棒拿出来递到了周燕面前。老婆，太好了！周燕一边哭一边抱着我转起了圈圈，直到过了一会儿，她才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一脸严肃地看向了我。我自然知道他想问的是什么，多年的同床共枕，我又怎会不了解他的性子？他是想尊重我的意愿，如果我不想生，绝不会强迫我。一股酸涩感顿时涌入了我的鼻腔，于是我抢先开口道：老公，我想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决定是在我刚知道自己怀孕就已经做好的。在听到我如此肯定的回答后，周燕一把将我抱在怀中，一脸真挚的承诺我今后肯定会加倍对我好，绝对不会亏待我和孩子。我则顺势依偎在这宽阔的怀抱之中，不免开始畅想起了美好的未来。就在我们互诉衷肠，彼此你侬我侬了好一阵后，才终于想到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人。
于是周燕直接打电话将这则喜讯通知给了公婆，而我则趁着这个间隙，在我家的家族群里宣布了自己怀孕并且决定生下来的消息。果然，在我这则消息发出去没多久，就收到了来自我母亲刘翠兰发来的长达60秒的语音。正当我喜滋滋地点开语音，准备接受家人的祝福时，却不想下一秒传入我耳朵里的就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把孩子打掉的话。我全身僵硬地听完这条消息后，紧随其后的就是来自我哥和我嫂子的发言。他们说话的内容一般无二，全都是在表达我年纪太大，不利于生产，而且丁克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挺好，还是不要再冒险生孩子，快点打掉才好。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似的劝导，这让我不由得盯着手机发起了呆，甚至都没有发现周燕已经兴冲冲地来到了我身旁。老婆，你怎么了？为什么一脸的不开心？周燕一脸关心地询问着我，她的视线也跟随着我来到了手机的聊天对话框中。简单看完这些聊天记录，老公顿时明白了我的症结所在。老婆，之前你不是和我说过，我们要按自己心里的想法做决定，不管是父母还是亲人，都不能左右我们自己的初心。我微笑着冲老公点了点头，示意着自己没事儿，让他不要担心。然后紧接着我就来到了浴室，准备好好的洗一个热水澡，放松一下今天这跌宕起伏的情绪。其实对于刚刚娘家人说的话，我心里有10000个不理解。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阻止我生孩子。想当年我做出丁克的决定后，父母和哥嫂轮番上阵劝说，让我还是生个孩子，如果不生孩子，恐怕会别人误以为我身体有问题，今后要面对外界风言风语的异样眼光。他们更害怕周燕会因为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和我离婚，或是在外面找小三。直到近几年，他们的态度才逐渐好转，接受了我丁克的事实。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做出生子的这个决定后，他们作为父母都理应为我感到开心，而不是对我泼冷水。我怀着疑问走出了浴室，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最后还是决定抓紧时间上床睡觉。毕竟我要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拥有良好的休息和充足的睡眠是让他能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二天，我刚睡醒没多久，就听到了极为细小的敲门声。一打开门，我就看见公婆正站在我家门口，手里还拎着大包小包的各种补品。还不等我开口，婆婆就率先道：微微，我们没打扰到你休息吧？是不是给你吵醒了？听着婆婆温柔的语调，我心中不免泛起一股暖意。爸妈，你们快进来坐，我早都醒了，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边说着边将公婆请进了屋子。其实说来惭愧，这些年周燕为了不让我被她父母唠叨生孩子，极少让他们单独和我见面，就是怕我们之间发生什么矛盾。等婆婆坐下后，我才注意到她的眼眶有些微微泛红。微微，我听周燕说，你是真的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吗？是的，妈，我考虑过了，既然孩子来了，那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我的话音未落，婆婆的眼泪就从眼眶汹涌而出。好，微微，你放心，不管是养胎、坐月子，还是孩子出生后，我和你爸都不会让你受累的。只要是你提出的要求，我们肯定都会竭力办到。听着公婆真诚的话语，这让我不免想到了我的父母。从昨天晚上到今早，他们一直都在劝我把孩子打掉，极力反对我生下孩子。
公婆走后没多久，我突然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她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让我赶紧回家一趟。于是挂断电话后，我就匆匆往家里赶。当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家后，就见父母和哥嫂正十分严肃地端坐在沙发上。微微回来了呀，快先坐下。嫂子周娜在看见我后，率先起身招呼着我，向嫂子微微颔首后，我才转头看向了父母所在的方向。爸妈，家里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这么严肃？我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着急和疑问。微微，你昨天说你怀孕的事儿是真的？母亲的话让我很是不解，这事儿我有什么好骗他们的呢？虽然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还是忍着性子点了点头。微微，既然如此，那妈就跟你直说了吧。经过我们的一致讨论，觉得你还是把孩子打了吧，毕竟你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再说了，你不是还有2个侄子吗？都是你看着长大的，和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何必再遭这个罪呢？母亲的话不由得让我愣了几秒。虽然我已经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知道了他们不想让我生下孩子，但我还是没想到这么火急火燎地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件事情。我的心里忍不住泛起了丝丝凉意。还不等我开口说什么，坐在另一侧的嫂子又接起了话。是啊，微微，家里不是已经有嘉兴和耀祖吗？有2个孩子就够了，不用再生了。嫂子的话还没说完，身旁的哥哥和父亲也跟着附和起了他。听着他们围在我身前聒噪的声音，我的火气也顿时被激发了出来。孩子在我的肚子里，我有对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的权利。再说了，现在这个社会，30多岁生孩子已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已经做好了决定，谁都改变不了。说这番话时，我的语气中带着毋庸置疑的肯定，但一旁的嫂子却突然变了脸色。当初你和周燕决定丁克，说好了，如果等100年之后家产无人继承，那么就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留给2个侄子。现在你却又要生自己的孩子，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嫂子的话让我顿时呆住了，在觉得寒心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涌出了阵阵后怕。原来这才是他们阻止我生孩子的真实目的呀！这么多年我一直用心对待的家人，竟然对我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不由得向后退了2步，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而此时，嫂子也突然反应了过来，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竟然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许是我盯着她的眼神过于冷漠，为了补救她刚刚说出的话，嫂子硬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嗨，微微，嫂子刚刚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就是为了你的身体考虑。就算是生孩子简单，但养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听着嫂子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我只觉得十分可笑，不想和他们再说什么。我只想快点逃离这个让我觉得有些陌生的家。于是我不顾哥嫂的阻拦，飞快地搭上了楼下的计程车。直到回到家后，我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我忍着浑身的颤抖，开始回想起了这些年对娘家的付出。因为我和老公的工作都比较不错，再加上周燕的家庭条件十分优越，所以婚后我们2个人从来没有因为物质而发愁过，小日子过得可谓是轻松舒适，有滋有味。但哥嫂2人都是普通的工薪阶级，还要负担房贷车贷，日子过得难免有些紧巴。看着自家哥哥背负着如此大的生活压力，我不免有些于心不忍。好在周燕爱屋及乌，在看出来我的想法后，主动提出大家都是一家人，要互相帮衬。于是自那之后，
我就开始明里暗里的贴补起了娘家。尤其是在2个小侄子出生后，为了能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直接全权负担起了侄子的奶粉钱、疫苗以及早教费等。直至现在，尽管2个侄子已经8、9岁了，我仍旧每个月都会贴补给他们8000块钱，并且还会额外负担他们所上的兴趣班。现在想来，他们不仅对我这些年的付出没有丝毫感谢，甚至还把这一切当成了理所当然。如今还把我未出生的孩子当成了竞争对手，坚决劝我不要生孩子，以便他们能按原计划得到我们的财产。我越想越害怕，冷汗也顺着我的额头开始不断滴落。直到这时我才幡然醒悟，原来从始至终自己帮助的都是一群白眼狼罢了。想明白这些后，我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紧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删除了哥嫂的联系方式，并且从家庭群中退了出去。我并不是一个有多么大度、多么善良的人，所以自然没有办法像从前那般一腔热血地面对着对自己虎视眈眈的人。更何况之前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只不过出于家人之间的爱护，但自从我知道他们的这些小心思后，这一切就彻底变质了，再也回不到当初平静的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这天我收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这通电话不免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其实自那天之后，我就再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而他们也没有主动联系我。如果问我是否怨过自己的父母，答案是肯定的。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我对他们不可能没有埋怨，但父母却又总归是父母，和别人又是不一样的。我在心里还仍旧期盼着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我带着心中隐隐的期待，没有丝毫停顿地接通了电话。本以为等待着我的会是母女之间的敞开心扉、冰释前嫌，却没想到传入我耳中的却是一阵愤怒的吼叫声。林薇，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竟然还敢断了给你哥的钱！我告诉你，你现在赶紧把钱打给你哥，然后把孩子打了，这样我和你爸还能认你这个女儿，否则你这辈子都不要再想回家了。不等我说些什么，听筒处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这冰冷的机械音如晴天霹雳般，让我的心在此刻也碎了一地。为了验证这一切，回过神来的我立刻打车来到了我爸妈家，但无论我如何敲门，他们都始终不肯开门。看着那紧闭着的大门，我终于明白，原来娘家的路是用钱铺出来的。我不再源源不断地掏钱，娘家就再也回不去了。看着手机上日历显示的日期，眼泪划过面颊的同时，我也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冷笑。以往每个月的月初，我都会往哥哥的卡里打钱，但如今他们的真面目已经露出来了，索性我就直接断了这笔钱。只是今天才2号而已，父母就这么急不可耐地替儿子问我要起了钱，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脑海中又开始回想起母亲冰冷的话语，而我的思绪也不由得飘回了我考大学的那年。还记得当我兴冲冲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家时，母亲却一把将它扔在了一边，告诉我女孩子读书没用，还不如趁早嫁人才好。为了能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我痛哭流涕地恳求父母让我继续读书，最后还是在周围很多邻居的劝说下，他们碍于面子，才勉强同意了让我继续读书。曾经，我一直试图安慰着自己，或许只是因为家里的条件并不好，父母实在无力承担，当初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当这血淋淋的面具撕开后，我才终于醒悟过来，
如果当初是哥哥考上了大学，父母还会说出让他辍学的话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来重男轻女的偏爱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只有我一直傻傻的不愿意相信罢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的，也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的家。只是在我从混沌的思绪中走出来的时候，老公正十分心疼地攥着我的手。我有些哽咽地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叙述给了周燕，在她得知了这一切后，顿时攥紧了拳头，似是十分气愤，在看向我的眼神中，也不免多了几分心疼。老婆，我会永远是你的后盾，你可以永远相信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有我。我不由得依偎在了周燕的怀里，听着她强有力的心跳声，我顿时觉得十分安稳。是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周燕都始终陪伴在我身边。更何况，我们还即将要有属于我们的孩子了，属于我们3个人温馨的家。想到这，我的所有烦恼都在此刻开解了。是啊，我何必要为别人的事情折磨我自己，折磨真正对我好的人呢？自那天之后，我便再不去想着过往的这些事情了，只是安安稳稳的养胎，准备迎接着新生命的到来。对于父母和哥嫂打给我的电话，我也再没有接过，因为现在的我已经彻底明白，他们对我只有利用，毫无真情。如今的服软也只不过是看用这个办法已经拿捏不了我，又换的新招数罢了。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很久，直到这天我刚从医院做完产检回来，就看见2个侄子衣着单薄地坐在我家门口，直到看到我后，他们才一脸高兴地欢呼雀跃了起来。嘉兴、耀祖，你们2个怎么来了？而且怎么还穿得这么少？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我还是忍不住地发问道：姑姑，你都已经好久没来看我们了，我和耀祖担心你，我们问爸爸妈妈你去哪了，他们也不告诉我。今天趁着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偷偷带着耀祖出来找你，我们都想你了。说完，他们2人就直直地扑向了我怀里，而我也心下一软，顺势就抱住了他们。嘉兴、耀祖，你们饿不饿？想吃什么告诉姑姑，姑姑给你们做。看着他们俩被冻得有些发红的脸颊，我直接打开大门，让他们赶紧先进屋暖和暖和。紧接着，我又端出了早上刚做好的蛋挞，直到看到他们兄弟俩吃饱喝足的满足模样后，我才会心地笑了出来，想着上一代人的恩怨不要牵扯到下一代，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对待他们我还是如往昔般细心。直到窗外夕阳西下，意识到快天黑的我，这才急忙地帮老公侄子穿好衣服，然后将他们送到了小区的保安手上，拜托他帮忙把孩子送上楼。面对嘉兴一脸真诚的邀请我去家里坐坐的请求，我笑着婉言拒绝了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再也不想见到这群自私自利的娘家人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嘉兴和耀祖时常会偷偷来到我家，看着他们俩一次次地到来，我也总是微笑着敞开家里的大门欢迎着他们。直到这天临近中午，当我问嘉兴和耀祖午饭想吃什么的时候，2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自己要吃糖葫芦。看着他们兄弟俩鬼头鬼脑的样子，我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嘉兴，姑姑出去给你们俩买糖葫芦，你看好弟弟，我马上就回来。我一边穿着外套，一边耐心叮嘱着嘉兴，直到看到他轻轻点了点头后，我这才一脸放心地走出了家门。只不过我的目的地可不是街头卖糖葫芦的小摊，而是在他们看不到的时候，转头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刚坐进车里，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早已安装好的监控，
开始暗暗观察起了他们。果然，在我刚离开后，他们2个人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哥，妈妈给我们的是什么药啊？吃了会不会死人啊？只看林耀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放在了餐桌上。看着那包不知名的药，我顿时瞪大了双眼，就连呼吸声也变得急促了起来。放心吧，妈和我说了，这个药只会让人流产，不会死人的。再说了，如果他死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让他乖乖地交出自己的财产呢？他们俩的话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为了钱会做到如此地步，甚至就连2个孩子也都如此的恶毒。哥，如果她这次流产了，下次又怀孕了怎么办？林耀祖问出了自己的疑惑，而我也迫使自己平静下来，继续听着他们的对话。林嘉兴拍了一下林耀祖的脑袋，然后才眉飞色舞地说道：“你个傻子，你都想到的事情，爸妈又怎么会想不到呢？”我偷偷听到了爸妈对话，他们说这个药只要吃下，他肚子里的孩子就会变成死胎，这样一切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他发现这一切后，药物对他造成的伤害会让他再也没有办法怀孕了。而他也没有任何证据能怀疑到我们头上，只会觉得是自己年纪太大，身体不行了。这样以后，他的一切还不是都是我们兄弟俩的？说完，林嘉兴还放肆地大笑了起来。紧接着，我就看着他们把那包药磨成粉末，放进了我每天都会喝的燕窝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顿时被惊得连手机都拿不稳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我要是没提前发现这一切，就这样被他们顺利下药后，迎接我的会是怎样的痛苦。我立刻将这则录像保存到了手机里，然后没有丝毫迟疑的就拨通了报警电话。不过，为了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抓个现行，我还是去街边买了2个糖葫芦后，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嘉兴，耀祖，姑姑回来了。街口卖糖葫芦的姨姨今天有事儿不营业，我去更远的一条街买来的，是不是等急了？因为我出去的时间实在有点久，为了不引起他们俩的怀疑，我故意找出了这一套说辞。只不过小孩就是小孩，他们自然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妥的地方，反而是将刚刚嚷着要吃糖葫芦随手扔在了一边，进而从厨房端出了一碗燕窝放在了我面前。姑姑，辛苦你了，你快吃点燕窝，好好补一补吧。看着他们如此急不可耐的样子，我实在不敢相信，在纯真的背后竟然藏着如此邪恶的内心。直到耳边传来了警笛声，我才终于卸下了伪装，冷冷地盯着面前的兄弟俩。由于证据就这么实打实地摆在了警官面前，所以无论他们如何狡辩，也无法逃脱被警官带走的结果。看着他们一脸惊慌失措的模样，我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略有隆起的小腹。好在孩子正在我的肚子里健康成长。其实他们主动来找我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了这一切肯定另有蹊跷。因为就在那2天前，母亲借着父亲要办60大寿的事情，给我打来了电话，希望我能在那天回家给父亲祝寿。我不是个傻子，更何况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无非就是希望我继续受他们的摆布，好打着亲情的由头继续拿捏着我。已经彻底看透了一切的我，自然不愿意再和他们虚以委蛇什么。于是我直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对于娘家的一切资助我都会停止。彻底断了和娘家的联系后，没过2天，2个侄子就用着想我的由头找到了我。这难免不会让我多想什么，
但在那时候，这一切都还只是猜测罢了。直到他们兄弟俩来得愈发频繁，每次要吃的东西也都是一些螃蟹、龙眼等极具寒性的食物，这才真正让我意识到不对劲了起来。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于是我用了最快的速度在家里安装了最新科技的摄像头。然后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都在背地里悄悄观察着他们，直到这天，终于让我发现了他们的心思。由于这件事情实在过于恶劣，警官通知了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哥嫂到警局。在警官的盘问中，他们终于说出了一系列的经过。原来，在我彻底断了给他们的钱后，他们就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但为了钱，还始终假意联系着我，直到看出我是真的要掐断和他们的联系后，这时他们才慌了起来。于是想来想去，他们就想到了让2个侄子来接近我。毕竟对于小孩子，大家一向都没有什么防备，因为自小就在哥嫂的耳濡目染下，所以这2个孩子早早就养成了心术不正、自私恶毒的性子。于是在得知哥嫂的计划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在获取我的信任后，他们觉得时机成熟，就准备开始动手害死我的孩子。我自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止他们，更有我父母在里面的推波助澜。如果不是他们在暗地里支持这件事情，他们一家又怎么敢做到如此地步呢？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传得沸沸扬扬，在我们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起了这个案子。所以在1个月后，审判的结果就下来了。哥嫂2人因犯了挑唆罪和故意伤害未遂，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而他们的2个宝贝儿子也被送到了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他们的恶行终于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也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胎，等待着孩子的降生了。经此一事，我终于明白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所以在后来父母痛哭流涕地过来和我道歉时，我也只是冷漠地将他们赶了出去。因为此刻的我无比清楚，他们只是害怕没有人为他们养老，想继续找我当那个无怨无悔付出的冤大头罢了。半年后，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看着孩子在我怀里小小一团的可爱模样，我觉得自己的心在此刻仿佛都要化了一般。直到几年后，我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娘家人的近况。哥嫂出狱后，因为留下的案底，使得他们再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于是只能做着一些出力的活来勉强维持家用。他们之前所住的房子，也因为还不起贷款，而早早的就被银行拿去抵押了。现在一家人正蜗居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如老鼠一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至于我的父母，他们的下场更为凄惨，他们拿着所有的养老金给狱中的哥嫂疏通关系，但哥嫂出狱后，就直接把已经失去了价值的他们毫不留情地踢到了一边。至于如今他们身在何方，我也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个身无分文的人自己又能好过到什么地步呢？不过不管他们如今怎样，都再也激不起我心里的丝毫涟漪了。这些苦果只不过是他们应该承受的代价罢了。此刻，我和老公正在家里的阳台上吹着微风，看着正在客厅里乱跑着的女儿，我们不由得相视一笑。我十分庆幸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更无比感谢老公对我的爱护。没有了那些烦心事儿的叨扰，我只知道今后的日子我会更加的幸福。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